灵逼体之冤亲债主篇。本篇内容将探讨灵逼体与冤亲债主之间的相对关系。藉由这个主题，我们将会对小我与冤亲债主有更深一层的认知。希望这篇主题会给您带来修行路上的帮助。灵逼体，神秘力量的启示与契机。近日，一股神秘的力量引起了修行者之间的热烈讨论。这种力量被称为灵逼体，并与冤亲债主之间的关系连结在一起。根据传闻，这股神秘力量在末法时期催促着修行者们踏上修道之旅，并透过借取修行者的体求道受记皈依。在这个神秘力量背后，存在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根据传说，冤亲债主乃是修行者累世中的纠结与债务，而在末法时期，这些冤亲债主竟然透过灵逼体的方式来寻求解脱与修行者的连结。虽然冤亲债主外表上看似向修行者讨报，然而实际上他们的真正目的却是希望借取修行者的体来寻求道路上的指引，并得到受记皈依的机会。这种奇妙的交流，让修行者能够解除与冤亲债主间多世的冤欠，并在修行道路上获得更大的成就。然而，这并非对每个修行者都是一个好消息。只有那些有着真诚修行之心的人，才能够获得冤亲债主的祝福与指引。对于这样的修行者而言，冤亲债主将借取他们的体来寻求道路的解脱，并与他们共同前行。这股神秘力量的出现，无疑给修行者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与机遇。有修行者表示，透过与冤亲债主的交流，他们获得了对修行道路更深刻的理解，并获得了解除冤欠的机会。这使他们能够更专注地修习法门，达到心灵的超越与觉醒。然而，也存在着一些修行者对于这股神秘力量的担忧和质疑。他们担心冤亲债主的出现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或阻碍他们原本的修行进程。一些修行者认为，他们已经在努力解除与冤亲债主的关联，而这种力量的出现可能会打乱他们的修行计划。然而，修行界的权威人士却给出了建议和解释。他们指出，这种灵逼体现象的出现是末法时期的必然结果，它提供了修行者们更深层次的洞察和成长机会。冤亲债主的存在并非要阻碍修行者，相反的，他们是在帮助修行者解除过去生命中的纠结，使他们能够更加纯净的修行。这股神秘力量的出现也引发了一场修行者之间的讨论和交流。许多修行者开始分享他们与冤亲债主的互动和心得，彼此学习和支持，共同走向更高层次的修行。他们相信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宇宙的奥秘和大道的指引，只要心存诚恳，修行者们就能够通过与冤亲债主的交流，获得更深层次的体悟和成长。无论修行者们是否愿意接受这股神秘力量的启示，冤亲债主的存在都提醒着我们，修行之道并非只有孤独奋斗和个人成就。透过与冤亲债主的连结，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体验到众生间的相互关联和共生，进一步体会到修行的真谛。在这个充满着神秘力量的末法时期，冤亲债主与灵逼体的故事成为了修行者们探索道路的一部分。这场奇妙的交流让我们重新思考修行的意义，并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迎接修行之路。在修行者们对于灵逼体与冤亲债主的故事充满好奇和追求之际，一位声称曾经经历过这种神秘力量的修行者走进了公众的视野。这位修行者名为张静心，他的修行历程充满着惊奇与转变。他表示自己在修行的旅程中遭遇了一个名为李叔的冤亲债主，而李叔就是透过灵逼体的方式与他联系起来。在初时的遇见中，张静心感到困惑和担忧，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特殊的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静心逐渐领悟到冤亲债主与灵逼体所带来的机会与深意。他开始与李叔进行深入的对话和交流。这位冤亲债主的存在成为他修行路上的良师益友。透过与李叔的连结，张静心了解到冤亲债主并非来讨报的，而是要借取他的身体以求道修行。
李叔愿意与他分享自己在修行道路上的心得和指引，并将受己归一的奥秘传授给他。这对张敬新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决定全心全意地投入修行之中。透过与冤亲债主的交流，张敬新渐渐解除了与李叔之间的冤欠与债务，使他的修行之路更加顺利和纯净。他在修行中取得了惊人的进展，灵感源源不断的涌现，心灵也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洞察和觉醒。张敬新的故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许多修行者对于这种与冤亲债主的连结和灵逼体的现象感到好奇，并寻求着类似的经验。一些修行者表示，这个故事给予了他们信心和希望，他们开始更加积极地探索与冤亲债主的连结，并期待着能够获得类似张敬新所经历的深刻修行体验。然而，也有一些修行者对于这种现象抱持着谨慎和保留的态度，他们认为每个修行者的道路都是独特的，不应轻易被他人的经验所左右。他们主张保持专注于自身修行，并以内观和静心来寻求真理。无论如何，冤亲债主与灵逼体的故事仍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这个神秘力量的出现给修行者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让他们重新思考修行的意义和价值。或许这种连结与交流能够帮助修行者们解开过去的种种纠结，并在修行之道上获得更深层次的成长和领悟。对于修行者们而言，面对冤亲债主与灵逼体的奇妙现象，关键在于保持心中的善念和清净。只有透过真诚的修行，以及与冤亲债主的平等交流与对话，才能够真正获得成就和智慧的指引。无论修行者们是否愿意接纳这股神秘力量的启示，冤亲债主与灵逼体的故事都提醒着我们，修行之道并非仅仅追求个人的成就与解脱，它也是一个关于与众生的连结、关爱与共生的旅程。透过彼此的交流与成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体悟生命的真谛，并迈向心灵的超越与觉醒。我们在修什么？能开悟最好，若尚未开悟，请尽量完成生命蓝图中的使命，或减少杀业，多积功德。请相信阿弥陀佛的存在，并且常念阿弥陀佛，确保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增加开悟成佛的机会。连结高我仅是一条协助修行的捷径，并非唯一，心法才是修行的最高准则。请相信阿弥陀佛的存在，并常念阿弥陀佛，确保能顺利往生极乐世界。真源官网 vips.com.tw。 更详细的内容请上官网搜寻您要的关键字。